今天我们来到一个秘密基地，然后有一个特别的任务。好，我们现在开始来进行我们这个任务。首先呢，先把这个 Hi-V 穿上，安全第一嘛。第二个步骤就是把这个带上。好了，准备好了，我们开始吧。我们来到了苹果的 orchard， 你看，树上结的都是苹果。好，我们开始采苹果。现在的这些 orchard 呢，他们多数都是用 dwarf 的苹果树，就比较容易采摘嘛。如果你看就是比较以前的那些果园，他们的苹果树都是好高的，所以你还要用那些杆子把它打下来。所以现在这些 dwarf 的，就是侏儒的苹果树，非常容易就可以采到了。我们对苹果的认知呢，就觉得苹果就是苹果嘛。但是其实苹果它有非常多的品种，好像今天这一个呢叫做 Brabant Apple， 它在英国也是一个比较有名的品种。你看它的色泽非常好看，很鲜红，它非常脆，而且它很 juicy。所以呢，因为它的这些特征，它主要是用来做苹果汁。它的味道呢有一些 tangy， 就有甜，再加上一些那个酸，所以做苹果汁一流。你看到这个吗？哈，索性采下来了，可能还比较容易。这个呢，是因为苹果在成长的过程，它突然间那个天气太冷，所以它结酸，它有这个 frost， 它就变成这个。其实它也不影响这些口感啊，还是什么，所以可能它的外观不是太好，但是呢，嚼果汁一点问题都没有。好，我们试试它的味道。怎么感觉上自己好像在卖着这个苹果？你听到吗？好脆，非常多汁，而且就像我刚才形容的，它非常甜，但是甜中呢，它还带一点酸，就是那个 tangy， 好好吃。等下采完之后，我们带一点回去。现在整个果园只有我们2个人嘛，我们2个采摘的方法呢不一样，所以我们现在要比赛。你的篮子是空的哈，我们看谁的方法更好，谁可以更快的装满一个篮子。3、2、1 ，Go！ 开始。好，我的装满了，还多加几个。装满了。
看，你看有多满？哦，也算挺满的。这几天呢都下大雨，然后风也非常大。这棵苹果树已经倒了。好，我们把它的苹果摘下来吧。好有成就感。你看，因为它整棵树都是那个果汁嘛，都是苹果，才摘一下子就已经满满的一箩了。又红。今天出来的时候，因为之前下雨嘛，所以还有些冷。我里面穿了一件 T 恤，然后再加一个 sweater。现在放上这个 jacket 之后呢，满头大汗，没有想到会流这么多汗。现在我们训练了一段时间哈，所以再次 PK， 看一下谁采苹果比较快。就这一篮嘛，准备好了吗？两个都空了。3、2、1，开始。哦，这里采一个啊。这一次可能算是平手吧。哦，我们摘了有将近2个小时半了，挺有成就感的。你看过去，这两边的苹果树已经空了，全部给我们摘了。我们已经装满了4个这样的 crate。说实话，这个采苹果呢，没有什么特别的技巧，因为它已经熟了嘛，所以你轻轻的把它一扭，它就下来了。但是很多时候呢，因为它们是已经有点，现在已经是苹果就是尾季了，它们就非常的熟，从它的颜色你就知道。所以当你扭着的时候呢，隔壁的可能就掉了下去。哎，你看它这一个设计的也非常有意思，你就把它拿着嘛，所以差不多是 waist height， 所以就不会伤到你的背。也依据个人的能力咯，所以你觉得就是有点太重的话，就把它 decant 下去。只要把这个绳子呢拉起来，它下面就会开了。所以这个设计也是挺好的哦。然后再跟你们介绍另外一个苹果的品种。你从远处看呢，你以为是 cherry， 对不对？但是它不是，它其实还是苹果，它叫做 crab apple。看到吗？非常小一个，好像只有我的手指头这么小。它这一个呢，需要煮了之后才吃，因为它里面有很丰富的 pectin， 所以它可以做成 apple jelly。哎，要不然我们试试看咯，看一下它的味道如何。就首先先声明哈，这个需要煮了才吃的哈。它还是有非常重的苹果的味道，但是同一时间呢，它非常酸，然后它的 aftertaste 有一点苦，带一点苦味，然后还有它的 texture， 它 texture 不是太好，就是有时你会买到那些苹果，你就觉得好像它里面空心，它不够实，咬下去不够脆，它就是那一个 texture。所以现在理解了为什么他们说就是煮了之后做成那个 apple jelly。是，它就没有刚才我们试的那个 Brabant 那么好吃。
猜猜看，它一棵果树上面会有多少个苹果？全部都是红彤彤的，真的是满满的一颗，而且后面全部都是。好吧，做一个小总结，其实挺辛苦的，好像我们现在已经用了3个小时嘛，只是采摘到1、2、3、4个 crate， 后面还有非常多，所以感谢那些农民，他们真的是辛苦了，这一份工不容易做。现在虽然这个姿势是对的，但是这个背呢还是有一点痛，可能是有时候需要蹲下来的关系。你看，这2个苹果呢，都是从同一棵果树摘下来的。当然咯，因为这些是 fresh produce 嘛，所以肯定有些果实是比较大，有些呢是比较小。在这里，我想要提倡一点就是，我们作为消费者呢，现在我们追求的东西就是要红又要大，我们就觉得这个呢是 Grade A， 是比较好的。相对来说，这些比较小的呢，我们就觉得是次货。这其实是一个非常不健康的循环，因为这会导致就是百货商场他们进货的时候，他们会以这些来做标准。但是你看看，就拿我身后这一棵果树来做一个 example， 它其实整棵树上面这么多果实，可能只有30% 可以达到这个标准，所以其他的70% 呢？如果运气好的话，他们可能可以拿来做其他的用途，好像做 juice， 或者拿来做 dessert。但是很大一部分呢，其实成为了 landfill， 就是毫无用途，就把它们抛弃掉了。所以我想要提倡的就是，不要只追求这一些又红又大的。其实它虽然小一点，但是它的口感、它的味道跟这个是一样好的。所以给这一些一次机会吧。好甜。现在的英国已经10月尾了，你看现在虽然只是5点多，但是天色已经变黑了。我们今天也差不多了，相当满足，所以我们现在就收拾，然后就回去了。我们现在从那个苹果的 orchard 走了出来，那个苹果呢，它现在已经将近尾季了，就是还剩下可能1、2个星期吧。现在我在这个梨子园，好可惜，梨子园它在好几个星期前呢，已经是尾季了，但是你在树上还是可以看到几个。这里有一个。但是你捏下去其实有点软了，它前面还有不一样品种的，我们去看看吧。我们找到了，这个是另外一个品种，我很喜欢的梨子 Conference Pear， 不知道它的华语叫什么，是会议梨吗？好了，现在天也黑了，我们走吧。